你这个苏维埃的叛徒，同志，时代已经变了。阿尔法 AK 并不是某一款特定枪械的型号而是俄罗斯阿尔法部队专门定制的一系列战术 AK。绝大多数阿尔法 AK 都是由 AK74或者 AK105这些现役型号改装而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把原版的实木或者聚合物材质的护木和后托更换成了泽宁特战术套件。这次 VS 工作室推出的阿尔法 AK 就选择了 AK105安装泽宁特套件的款式作为原型看看这个外观，应该能感受到强烈的民主气息。VS AK 的箱子很大，一看就是有料的。说明书内容非常详细，铜版纸的小册子成本看起来挺高。减震泡沫内衬应该是今年中高端发射器的标配了。我买的是带有 11.1 伏电池的预售版本，原厂配了2个弹匣、1个护目镜和1包磨砂水弹。独立编号的金属名牌和钢制背带扣放在一起。这个名牌我想了半天也没找到应该贴在哪儿，还是先收起来吧。火帽和后托都是要自己安装的，正牙螺纹直接拧上就行。后托两面4颗螺丝固定，拧紧以后别忘了装上背带扣。对了，附件里边还有一个金属的垃圾柄套，装上以后立即提升逼格。虽然 5.45 口径的弯弹匣和醒目的大拨片快慢机仍然能明显看出这支发射器原型的 AK 血统，但泽宁特护木上密密麻麻的导轨显然透露出它已经不是冷战时期那个单纯的苏维埃枪械了。前卫的战术风格甚至会让你以为这个是某个美的枪械公司的杰作。不要怀疑阿尔法 AK 安装的泽宁特套件可是正儿八经的俄罗斯产品。不管嘴上怎么骂着小布尔乔亚，把这支原厂接近 2.5 公斤的发射器拿在手上的那一刻，我相信你都会喊出一句真香。阿尔法 AK 使用带有顶部导轨的泽宁特 B33 型机匣盖，平面棱角的设计风格看上去非常硬朗。机匣盖采用多点固定的转轴和下沉连接，安装光学瞄机以后反复开合也不需要重新归零。打开机匣盖可以看到机匣里的红龙波顶部除了 AK 同款回膛套件，还增加了一个微动开关，巧妙实现了垃圾柄预供。垃圾柄一样是全行程设计，不过材质偏软拉动的时候会出现轻微的形变。下机匣的材质是 VS 大力宣传的高密度聚合物，你别说，这个东西还真不是噱头摸起来冰冰凉凉的，和其他尼龙件完全不是一个手感，而且确实非常硬。如果不是特意标注，我都要怀疑是不是在用金属件糊弄我。最有意思的是，说明书里还有一段提示，用1000目的砂纸打磨会有惊喜。尝试了一下，果然简单打磨以后，机匣表面露出了有强烈金属质感的银灰色。不过我这种手爱患者就没有继续下去了，手工好的水友可以尝试一下还原出真铁的质感。快慢机大拨片是合金材质，顶部有一个开槽，可以在关闭保险的时候挂住枪机。机匣上另一个亮点是在左右两侧都还原了固定扳机组的钢制销钉，在 AK 系的水弹玩具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级别的细节。表齿罩门的材质和下机匣一样，罩门上刻字很清晰。泽宁特 RK3 型握把，阿尔法 AK 的标准配置，表面有防滑的凹点，很适合戴手套的时候握持。VS 给这支 AK 使用的后托以马盖普公司的朱可夫枪托为原型，尼龙主体，橡胶托垫，前后共有5档伸缩，调节很方便。按住调节锁后可以直接抽掉托垫，拆装电池。原厂 11.1 伏电池挺有意思的用了3节18550电池串联，装进托芯长度刚刚好。5.45 口径的弹匣，传统抽屉式结构，推开底盖可以看到固定螺丝。弹匣外壳材质偏薄，用料一般。供电采用弹性触片，插进弹匣井以后会有比较明显的晃动。前节安装的是 B31上护木和 B30下护木组成的一整套泽宁特战术套件，四面镂空导轨，周围还有密密麻麻的散热孔，侧面和底部还原了泽宁特俄文刻字。这套尼龙护木的做工非常棒，在造型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边缘棱角锐利，并且没有出现任何塑胶。透过散热孔可以看到内部的金属枪管和装在下方的通条。DKT 枪口支雷器通过14/22的转接环固定在逆牙管上，同样也是 SHB 材料，盘一盘就会有金属光泽。拧下转接环就能看到 VS 使用的一体式枪管，没有单独的内外管就减少了一层变量，
理论上对于精度会有一定提升。单从外观上来看，这支阿尔法 AK 的做工和细节还原已经是目前 AK 系水弹玩具当中的佼佼者，战术风格的造型也非常耐看，让我这种原教旨主义 AK 的坚定拥护者都难以拒绝。但是就在把玩的这段时间里，陆续有水友爆出机匣断裂的翻车事故，很不幸我也中招了。VS 在机匣上使用的 SHP 材料的确很有卖点，但手臂机匣硬度过高导致韧性不足的问题明显也不是个例。最后我勉强用 AB 胶把断裂的部分粘了回去，不过这个受力部位显然坚持不了多久。VS AK 自带预供弹和回膛功能，同样的红龙波箱回膛行程和 AKA 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在安装回膛套件的情况下，高转电机带来22发每秒的射速，如果拆除回膛，射速可以进一步提升到24发每秒。不知道是不是这只波箱天生的缺陷半自动几乎是不可用的状态，甚至偶尔还会锁波，只能用全自动泼水。用滴滴攻防乳白弹，原厂平均初速在83左右，但是波动的幅度比较大。一体管系统的精度确实很不错，原厂没有任何改动的情况下，打出来的弹道让人比较满意。依次拆掉回膛套件，护木两侧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取下上护木和机匣盖。可以看到，藏在护木里的导气活塞依然使用了金属和 SHP 材料，金属材质的3通和枪管分离，枪管结套用一根粗销钉和机匣连接，下护木用通条卡在枪管上。一体管系统的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看起来这根管子确实是一体加工成型的，前后有多处固定。很多水友可能对 VS 这个品牌不是特别熟悉我也是询问了一些老玩家才知道。VS 早在上古时期就一直在做 Airsoft 的相关产品和配件，在国内这种环境下能坚持这么久已经算是一个有历史积淀的工作室了。这次带来的阿尔法 AK 呢，首次推出了一体管设计，精致的做工和特殊材料，能看得出 VS 是带着满满诚意来的。然而首批预购的版本机匣开裂，原厂红龙波箱各种毛病层出不穷的问题也是难以回避可以说这支阿尔法 AK 是一支亮点和问题都很突出的产品。据说在即将上市的大货版本当中 ，VS 可能会对波箱进行重新设计如果机匣断裂的问题能够彻底解决，这支阿尔法 AK 还是很有潜力的。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并且下载 SB- 水弹论坛。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